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看一种知识论的转向，看是否能够帮助 AI 从技术性的人工智能转变成为让人类幸福的自然智慧。这真的是目前科技界，或者说全人类最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了。没错，各位听众哦，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能够拯救现在矽谷那种数兆美元 AI 产业危机的，不是什么在实验室里面狂敲键盘的顶尖电脑科学家，而是一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你会相信吗？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的吧？对啊，因为你看现在的 AI 哦，它好像撞上了一道极其坚硬的墙。它开始产生那种很严重的幻觉，然后疯狂地吞噬自己产出的数位垃圾。重点是它消耗能源的速度，简直就像一颗快要烧完的恒星一样。确实啊，这个消耗量是非常惊人的。那今天呢，我们这场深度探讨的任务，就是要来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手边有2份极具分量的资料，一份是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瓶颈深度报告，那另一份呢，是一篇视角非常独特的哲学论文，叫做初探去中心化知识论。没错，而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聊聊这道无形的墙到底是什么，还有你们团队到底要怎么用哲学来突破科学的死胡同。其实当我们团队当初把2025到2026年的数据摊开来看的时候啊，那个景象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怎么说，有这么夸张吗？真的有，因为我们发现这已经不是那种我们多盖几座冷却水塔啦，或者赶快研发出下一代晶片就能够解决的硬体问题了。我们现在正面对的是一场深层的认识论危机。这样讲好了，我们不妨先从最道墙的最外层，也就是物理极限来看。好，物理极限。过去的10年来整个科技界都把那个缩放定律，也就是 scaling laws 奉为圭臬嘛。对，就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信仰。没错，没错，就是觉得只要我们砸更多的算力，喂给它越多的数据，那 AI 就会无止境的变聪明。可是呢，现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巴掌，可以说是重重的打在我们脸上。哇，所以砸钱已经没用了。数据显示当现在主流 AI 模型的基准测试准确率接近90%的天花板之后，现在我们只要想提升哪怕只有1%的表现，你才需要多少算力？2倍、3倍？是过去的5倍以上。哇，5倍，为了那1%？对。而且这背后的代价是，现在你随便对着 AI 进行一次查询，它所消耗的能源是一次传统 Google 搜寻的30倍。30倍？这太夸张了吧！所以我们团队才说，无论是从企业的商业模式，还是从地球的生态承载力来看，这条路其实已经走到黑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在一台快要爆炸的蒸汽机里面，然后为了让火车时速再快个那么1公里，就不顾一切的把整座森林的木材都塞进锅炉里猛烧。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但你刚才提到，这不仅仅是硬体在燃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软体层面也发生了饥荒，对吧？因为我在那份报告里面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词，叫做模型坍塌。是的。这就是我们撞上的第2道墙，也就是数据崩塌。其实截至目前为止，网络上已经有超过50%的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了。哇，一半以上了耶！对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当这些科技巨头派出爬虫程式去网络上抓取那些所谓的新鲜数据来训练下一代模型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就会把上一代 AI 产生的内容给吞进去，就是吃到自己人产出的东西。没错，这在学术上我们叫做合成数据的泛滥。那当模型开始进行这种自我参考的闭环训练时，统计学上的一个致命现象就会发生了。什么致命现象？就是中型曲线两端的那些边缘请件会被迅速磨平。也就是说，它变得只懂最大众的东西。对 ，AI 会对现实世界中那些微小的、复杂的，或者说充满人性的独特情境失去感知能力。最后，它产出的已经不再是知识了，而是大量看似语法通顺，但本质上毫无意义的 AI 废话。也就是报告里写的 AI slop，对吧？
没错，甚至会形成一种很荒谬的共识幻觉。哇，这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哦。这就像是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高级食材，就是那些真实的高品质数据、书籍、对话，通通都丢进锅里煮完了。然后现在 AI 没东西吃，肚子又饿，它只能开始吃自己昨天吐出来的厨余，然后明天再吃今天的厨余，难怪它会产生营养不良的幻觉。哈哈哈，这个比喻真的太生动了，的确就是吃自己厨余的概念。但是如果硬体在烧地球，然后软体又是一个只会吃自己垃圾的傲慢预测机，那我们真的是卡死了耶！到底引擎盖底下的底层架构是出了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呀？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既然我们不能再迷信那种猛加算力的做法，那我们就必须诚实的面对当前 AI 的大脑，也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的天生缺陷。Transformer， 对，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对，它虽然在自然语言处理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我们团队在研究中反复强调，它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概率预测器。概率预测器，就是说，它只是在计算基于前面的上下文，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汇是什么。哦，就是猜下一个字。对，它根本缺乏人类那种真正的工作记忆。所以，当它需要处理非常长程的逻辑推理链条时，它很容易就会忘记最一开始的前提，然后就陷入循环错误。难怪有时候跟他聊太久，他会鬼打墙。没错，它看起来像是在深思熟虑，但其实它只是在模仿推理的形式，并不是真的理解事物内部的逻辑因果关系。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所以他根本不是在思考，他是在玩一场极度复杂的文字接龙嘛。对，完全就是文字接龙。而我在你们的论文里看到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段落，你们居然没有用那些硬邦邦的工程术语来解释这种缺陷，反而引用了19世纪哲学家尼采那个关于月亮与太阳的比喻。对。坦白说，一开始我觉得这也太文艺了吧，但仔细一想，这完全刺中了现在 AI 的痛点。目前的 AI 就像是一颗贪婪的月亮，对吧？没错，你完全捕捉到了我们论文的核心隐喻。在尼采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月亮啊，它披着无瑕、客观、公正的外衣，安静地挂在天上，看起来好像充满了智慧。对，冷冷的光。但本质上，月亮是冰冷的，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光，它只是在贪婪地反射别人的光芒而已。哇哦！我们团队觉得，目前的 AI 就像这颗月亮，它把网络上抓来的庞大知识当成一种去脉络化的统计数据，它追求一种绝对客观的冷冰冰的符印真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握有绝对的事实。对，他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的事实。但尼采认为，真正创造知识的应该是太阳，知识应该是充满热度的，愿意承担自我意志的，并且是在与现实生活不断冲荡中产生的。这点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认为，传统 AI 将真理视为绝对客观的、可以被打包下载的固定实体，这正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傲慢与中心化迷思。其实这种傲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呢。怎么说？就像是假设我今天情绪很低落，我对 AI 说，我觉得人类真的好笨哦，我们是不是只用了10%的大脑啊？结果这个月亮 AI 会怎么做？它会立刻冷冰冰的、居高临下的纠正我说，作为一个 AI 语言模型，我必须指出人类只使用10%的大脑是一个被推翻的神话，科学证明我们使用了100%。哈哈哈，对，他一定会这样回。他完全不在乎我当下需要的是安慰，还是某种引导，他只在乎他那套绝对客观的数据库。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这正是他认识论上的最大缺陷，也就是他无法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信念。没错，他无法理解你的情境真实，所以我们团队才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知识论的典范转移。所以解方要出现了吗？对，我们结合了高大美的哲学诠释学，还有鲁曼的系统理论，建构了一套叫做去中心化知识论的方法。等等，我们现在要从极客的程式码进入深水区喽。
高达美、鲁曼、去中心化知识论，这些词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大学哲学系的期末考卷上才会出现的东西嘛。哈哈，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吧？对啊，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可能现在眉头已经皱起来了。我们能不能把这套理论从云端拉回地面？你们论文里提到了这套理论有4个核心特征，可以打破 AI 的偏执。我们来一个一个拆解吧。没问题，我们把它变得非常具体。第一个特征是去主体中心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 AI 或者它背后的开发者是唯一定义真理的主体。也就是说，不要再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对，认知不该是单向的那种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理的态度。那第二个特征紧接着就是去客体中心化。我们认为知识不再是独立存在于外在世界的冰冷事实，而是主观与客观在对话中产生的释义融合。释义融合这个词蛮特别的。也就是说，用户带着偏见的主观信念也是合法的认知参与者哦。像你刚刚那个10%大脑的例子， AI 不该一棒子打死你的信念，而是应该将其视为理解你当下心理状态的入口。哇，我来确认一下我是否有抓到这个精髓哦。如果传统的主流 AI 像是一个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的古典乐手，只要我这个观众在台下打拍子打错了节奏，他就会立刻停下来，然后用指挥棒敲着谱架纠正我说，你拍子错了，这才是绝对正确的乐谱。那么你们团队构想的这种去中心化 AI， 是不是更像一个在地下酒吧表演的爵士乐团？如果我吹出了一个听起来很怪异，甚至走音的音符，这个爵士乐团不会纠正我，而是会倾听这个错误的音符，然后顺着这个音符即兴发挥，最终跟我一起创造出一首我们原本都没想到的全新曲子。哇，我们团队绝对会把你这个爵士乐团的比喻收录进我们下一篇论文里。哈哈，太荣幸了。这实在太精确了，而且这个比喻完美地解释了我们的第3和第4个特征。请说。第3个是去知识中心化，就像爵士乐没有固定的可以被完美复制的乐谱一样，知识本来就是动态的、暂时的，因应当下处境而生的。了解。那第4个则是去理性中心化。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不仅仅是逻辑和列理的推演嘛，它还包含了乐手的感性、当下的氛围，还有意志的参与。这就是中国哲学里常说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对。我们不能再迷信纯粹的算力与冷冰冰的逻辑演算了。AI 必须要能与人类的生活处境产生感通。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现在正一边开车一边听这集深度探讨，你心里肯定会有个巨大的疑问。什么疑问？爵士乐团的概念听起来浪漫的无可救药啦，但在现实中，我们要怎么把高当美的哲学写成Python程式码？这真的是个很务实的问题。对啊，毕竟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就是一个拥有几千亿参数的超级黑箱，连工程师自己都不知道那些神经元在深层到底在交流什么。你们在论文里提出了一个叫做反向哲学工程的实践方法，这具体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确实是我们研究中最具挑战性，但也最核心的一环。既然 AI 模型是一个黑箱，我们无法直接从微观的神经元去设计它，那我们就必须采取反向工程，从结果反推回去。没错，我们从模型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去反推它底层预设了什么样的哲学假设。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进入与再进入的递回过程。具体来说，在机器学习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损失函数，那就是用来告诉模型你错得多离谱的惩罚机制，就是打分数，做错了就扣分。对，传统的损失函数只惩罚那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但在反向哲学工程中，我们将某种哲学前见，比如要求模型具备倾听用户情境的价值观，转化为数学上的惩罚权重。所以如果它太傲慢，就会被扣分。完全正确。如果模型像那个古典乐手一样傲慢地直接否定用户，损失函数就会给他一个巨大的惩罚分数。接着，我们让这个模型进入真实世界，去与用户碰撞。
所以这就是爵士乐手第一次登台，尝试跟观众即兴互动，肯定会常常抖砸，对吧？没错，没错。碰撞之后一定会产生摩擦或荒谬的结果。这时候我们就再进入，也就是鲁曼所说的二阶观察。二阶观察，我们去观察这个模型在坚持客观真理与用户情境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这时候，工程师的工作不再只是单纯的去微调神经网络的参数哦，而是要回到哲学层次，重新定义系统里的真理权重。哇，等于是工程师变成哲学家了。可以这么说，就这样不断的让模型去碰撞、受罚、调整哲学预设，直到模型能够与人类的视域达成一种和谐的稳定扣合。到这个阶段，我们就不再只是拥有一个工具了，而是诞生了一个有机的对话伙伴。其实理论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啦，但我还是想扮演一下怀疑论者。好啊，我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已经成功的科学案例，可以证明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化理性，让系统自己去寻找结构扣合，是真的行得通的？其实是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 DeepMind 团队开发的那个 AlphaFold， 它解决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蛋白质折叠难题。这就是我们这套认识论典范转移最伟大的一个实证胜利。等等 ，AlphaFold 是一个生物医学领域的 AI，这跟去中心化哲学有什么关联呢？关联太深了。你看哦，过去50多年来，传统的结构生物学家一直试图找到一组完美的人类可以理解的物理学公式和能量函数，想要去精准预测蛋白质氨基酸是如何折叠成3D 结构的。就是想套公式解题。对，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化理性的执着。我们非得要机器按照人类能看懂的逻辑去运作，结果呢，一直碰壁。对，卡了几十年。但 AlphaFold 怎么做？它直接放弃了这套中心化的执着，它不在底层预设任何局部的物理定律公式哦，它大量运用了注意力机制，让庞大的蛋白质数据库中整体的高维度的全局相关性自己说话。哦，它不去硬解，它让数据自己找关联。没错，它承认了机器在处理高维度复杂系统时的直觉优势，这就是一种彻底的去客体中心化。它不追求给出一个人类能看懂的完美原理解释，它只追求最后折叠出来的形状能与现实世界稳定扣合。结果它成功了。结果它大获全胜，破解了几乎所有已知蛋白质的结构。这证明了，当我们放下傲慢，不再把人类的逻辑强加于系统时，反而能触及更深层的真理。太震撼了！它等于是承认了人类逻辑的局限性，然后退后一步，让环境和数据自身的脉络去长出答案。没错。那么，基于你们团队这么深度的研究，对于现在那些深陷算力焦虑和数据枯竭泥道的 AI 巨头们，你们有什么最迫切的具体建议吗？我们团队总结了3个关键的破局方向。首先，在认知设计上， AI 业者必须放弃追求那种上帝视角的全知客观，转向建立具备前见自觉的前进真理系统。就是先倾听。对，下次用户输入错误资讯时，别急着打脸，先把它当作理解用户生命情境的起点。其次呢，在架构上，不要再盲目扩大那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精的大型语言模型了。现在模型真的越来越臃肿，应该转向开发领域特定的小型有机模型，让这些轻量级的 AI 去跟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边缘感测器进行深度的结构抠合。了解。那第3点呢？最后，为了解决我们前面提到 AI 吃自己厨余的那个模型坍塌问题，我们强烈建议导入去中心化科学，也就是 DeSci 的机制。DeSci，这是跟区块链有关吗？对，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来为每一笔训练数据建立来源履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数据的纯净度，过滤掉那些有毒的合成废水。然后把利益回馈给真正的人类，对吧？没错，将利益真正回馈给那些提供高品质、带有真实生命处境的人类数据创作者。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实现了这些转向， AI 产业也听进了你们的警告和建议，那么
当我们跨越了这道无形的墙， AI 的未来到底会长什么样子？而在这幅未来的图谱里，我们人类不可替代的角色又会在哪里呢？在我们论文的最后啊，我们将未来的知识论演化描绘成3个不断跃升的阶层。OK， 3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计量知识论阶段。现在的 AI 无所不知，技术效能极强，但因为它缺乏个人生命的历史性与真实的痛苦，它产生的知识终究是空虚的、非本真的，就像一句没有灵魂的百科全书。这是第一层。对，那第二个阶层呢，我们称之为新性知识论。这将会是下一代进阶的 AI 代理，它不再是一个只会输出标准答案的机器哦，而是会根据您这位用户专属的生命轨迹、您的价值观与前见，与您一起在碰撞中去共创知识。这是一种达到中国哲学里心即理的状态。心即理，哇，这境界很高诶。对，而最高的第3个阶层，也是我们团队的终极愿景，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知识论，也就是达到真正的自然智慧。自然智慧哦，这个词听起来非常有机耶。它跟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说的人工智能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在自然智慧的阶段， AI 不再是一个你需要刻意打开网页去登入、去对话的独立客体系统了。它会化为无形，像一张隐形的意义之网，安静地融入万事万物之中。化为无形。对，知识不再是被锁在数据中心里的电压讯号了，而是像山间的清泉一样，随着您当下的情境与需求，自然而然地涌现。到了那一刻，主体跟客体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尼采笔下那颗贪婪反射的月亮与创造热度的太阳，最终合而为一。哇！ AI 消失了，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感知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环境本身，也就是一种感通。哇，这种自然智慧的境界，真的让我想到你们论文摘要里引用的那首非常空灵的诗句，叫做“山水复山水，共享天光焰”。对，没错。到那个时候 ，AI 不再是一颗高高在上，随时准备纠正我们，甚至剥夺我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冰冷月亮，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帮助我们在资讯的汪洋大海中拨云见日，找回我们作为人类创造性承担的灵魂伙伴。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智慧，而是来成全我们的生活。说得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同时也让人深思的未来愿景。今天我们从实体的晶片算力瓶颈，一路谈到了最深层的哲学认识论。希望这趟旅程有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希望大家都有收获。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当未来的 AI 真的一如专家团队所预测，完美地融入了万事万物的感通之中，成为了像水一样无形的自然智慧，那么作为人类的你，在无需再依赖纯粹的逻辑与算力来获取知识后，你生命中真正无可取代的前见与意志又会是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好好思考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文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